这一间是在三重这边最近新开的拉面，然后吃起来是有点像是拌面的那种感觉。它的汤好浓，吃起来有那种拌面感。沾面。沾面对，沾面。沾面对，沾面。基本上还蛮好喝的，还蛮浓的鸡汤香，就吃得到鸡的味道。嗨，我们现在在这间炊烟拉面。然后这一间是在三重这边最近新开的拉面，那他们现在试营运当中，每天限量50万，5点开放登记。那我们今天就带大家来试一下，然后我们点了椒麻豚骨拉面跟一个鸡白汤拉面，那我们就等5点半入场喽。耶，我肚子好饿。然后它的这个字还蛮特别的，就是拍照拍起来会觉得你手机糊掉了。我们的食物来了，椒麻口味，闻起来是蛮香的。记得吃拉面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喝汤。有椒麻的感觉，有辣，有辣香，有点像比较像四川口味。我觉得有点熟悉，但是我一直想不起来我在什么，就是在哪里有吃过类似的感觉。鬼金棒，有一点点像，但它比鬼金棒好像还更浓。然后就是叉烧，叉烧是给不同两片半。那我觉得它有那个椒麻的香气，但是麻的感觉没有什么麻的感觉，然后吃起来是有点像是拌面的那种感觉。对，它汤好浓哦，所以它吃起来有那种拌面感。沾面沾面对，沾面对，沾面感。对。那我这边是鸡白汤嘛，鸡白汤里面有，它是有鸡肉配一块同样的叉烧。对，它的那个肉是一个是炙烧叉烧，然后一个是成卷的，一个是有点像火腿的那种的叉烧。对，我刚刚一度以为他把早餐肉拿上来。那我们鸡白汤点的面就是中太面，就是比较粗一点点的面。我觉得鸡白汤还蛮好喝的，就是还蛮浓的鸡汤香，然后就吃得到鸡的味道，很浓郁的那个香味。因为里面有一块鸡肉，可以吃到鸡的味道。真的，还有好几块鸡，还蛮嫩的，软软。发现它的鸡腿肉被我在面里面吃掉了，所以那边的鸡腿肉给你。所以它也有这个，那边也有这种鸡肉。是不是？就是刚刚旁边那块小的那个，你以为是五花肉，其实它是鸡腿肉。这个？对，就是它。这个对，这是鸡肉。对，我看。基本上的汤头我觉得真的还不错。我要来品尝这个叉烧，它看起来很漂亮。可是它只有这么一片。鸡白汤就没有这块叉烧。它就是表面有烤过的那种叉烧，然后它油脂的那个香气。还不错，但很可惜只有一片。真的。然后它还有另外一片是不同感觉的。这个我也有。然后鸡腿肉。它另外一块就是纯瘦肉，对，没有油脂，很少一点点香气的那个感觉。所以有油脂的叉烧比较好吃。这看起来比较不像。就是它没有在炙烧过，对，没有，因为它本身也不带油脂啊。它比较像是那种鸡胸肉切片的，还是什么？也不是鸡胸肉，猪里脊之类的。然后鸡腿肉它有腌过，然后应该有在炙烤过，所以上面有脆脆的感觉。我要来吃弹牙鸡。豆豆。
烫吗？它的皮是很酥脆的，然后有点像是那种拿波里炸鸡那种皮的那种脆的那种感觉，然后里面的鸡肉还蛮多汁的，看起来是亮亮的，就是吃起来不是那么像日式的唐扬鸡，不是那种日式唐扬鸡，没有，就是像那种肯德基或者那种拿波里那种，我觉得比较像拿波里。它的皮比较不是日式的那种炸，但是还不错吃，可是分量有点少，只有3块。3块要80块。然后叉烧饭的叉烧是用刚那个炙烧过的那种比较多油脂的叉烧去做的，然后上面就是有葱花，然后跟酱油。叉烧饭不错。换我来吃鸡白汤。后悔啦，鸡白汤的汤头比较好，顺，觉得不错。它的鸡白汤是有一种浓度，然后带有一点点鸡汤的味道，就是不是那种纯鸡汤，是有另外一个味道在，那还不错，还蛮顺口的。所以先吃辣的，再吃不辣的会比较顺。是啊，我说面，我觉得中菜面比较好吃，比较有嚼劲，个人口味对，比较有嚼劲。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的细面有做比较硬。除了这两个口味之外，还有盐味豚骨、酱油豚骨跟黑蒜豚。那这样一个200多块，220，鸡白汤就便宜。然后麻辣的是240，如果要加面，一球是30。所以如果食量比较大的人来，可能就是直接再点一碗叉烧饭比较快，比较刚好。我觉得它那个唐扬鸡有点像是那个比较大块的鸡米花，可是它比鸡米花多肉，然后更，所以我说比较大块，就是吃起来感觉像鸡米花那种。你要讲你吃叉烧饭的感想。它有放美乃滋，就是很标准的叉烧饭。对啊，很标，叉烧饭都会放。对，就是上面有叉烧，然后下面有葱跟美乃滋。但它如果再放多一点美乃滋，我觉得更好。重口味，真的好吃。美乃滋拌饭。我们吃完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它的鸡白汤是真的还蛮推荐大家可以来尝尝看，汤头真的还蛮浓的。那面条就是看大家自己的喜好，然后去搭配硬度啊跟种类。你如果食量不大的话是没有问题，但你如果食量稍大的话，建议是可以再点一碗叉烧饭来吃吃看。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你吃完之后的感觉如何。那我们这部影片就到这啦，那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